各位月活晚年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月枝。眼看着墙上的日历一页页翻过去，再过几天，我们真的要和2025年说再见了，马上就要一起迈入崭新的2026年。不过，今天我必须要用最认真的态度跟大家聊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电煤气一样，实实在在的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关系到我们口袋里的每一分钱。你也知道，每年一到元旦这个关口，就像是各项措施的一个换挡期，什么津贴、补助、费率都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今年这个2026年情况更是复杂一些。根据最新信息，从明年1月1号开始，至少有3笔和我们银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钱，金额要发生明显的变化了，有的会变多，当然是好事，有的会变少，让人有点在意。但最要留意的是，其中有一项至关重要的补助，它是有严格的申请和核对时间窗口的。如果您没在这个规定的黄金时间里把事情办妥，那么明年一整年，这笔钱您可能就真的领不到了，或者会被暂停发放，到时候再处理可就来不及了。所以我恳请大家，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安心地坐下来，花上20来分钟，把我下面要说的这些话仔细地听完。这里面没有一句是空话、套话，全都是实实在在，能保护我们自身权益的，请您一定要放在心上。好，那我们就闲话少说，直接进入正题。这第一笔会变动的钱，也是大家最关心，每个月都可能要打交道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一直在缴纳的国民年金和劳工保险的保费，以及我们未来心心念念要领的年金。这个机制是这样的，它就像一艘大船，要跟着社会经济的潮水一起涨落。随着全台基本工资的调整，2026年元旦起，国民年金的保险费率，或者那个决定您按什么档次交钱的投保薪资分级表，通常都会跟着往上调整那么一点点。这里面既有让人听了需要留意的消息，也有让人心头一暖的好消息，咱们一件一件说。我们先来说说大家可能不太爱听，但必须面对的那部分。对于那些目前还在自己按月缴纳国民年金保费的朋友，或者是在职业工会、协会那里加保劳保的朋友，因为您投保的计算基数被调高了，那么您每个月要交出去的保费，很可能就会比今年多出一些。这个多出来的数额呢，根据不同的投保等级，大概会在50元到150元这个区间浮动。我知道很多长辈每次收到缴费单，看到数字又变了，心里头第一个念头就是奇怪了，我每个月收入就这么多，怎么这保费又变了呢？心里有疑惑，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反应。但是林月枝要请您先别急着担心，这通常不是计算错误，而是为了确保我们整个年金制度，这艘关乎几百万老人未来生活的大船，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行下去。必须根据专业的精算团队算出来的结果进行周期性的费率调整，您可以把它理解为给这艘船进行必要的保养和加固。所以明年当您再次收到缴费单，发现金额比记忆里多了一点的时候，先不要以为是弄错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内的正常调整。当然，我完全理解，每个月要多掏出几十块、100块，谁都会觉得在意，这钱省下来买点水果，添件衣服多好。不过，咱们不妨也从另一个稍微长远的角度想一想，您现在每个月多缴的这一点点钱，其实也在同步垫高您未来申请退休年金时的计算基础。也就是说，现在交的多一点点，意味着您个人账户的积累额在增长，等到了符合资格请领的那一天，每个月能领到的金额，其起算点也会相应的高那么一点点。
这虽然不像立刻拿到现金那么直观，但算是一笔为了未来的自己所做的准备，目的是对抗更遥远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面对保费的微调，咱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既需要适应但又带有长期规划意义的事情。说完了缴费方面这个让人需要稍微适应一下的变化，接下来林月枝要告诉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能让存折数字变大的好消息，而且是专门送给那些已经在领取劳保老年年金的朋友们的。最近这几年，大家去市场、去超市，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肯定是钱越来越不经花了，对不对？一碗牛肉面，一把青菜，一桶油，价格都在悄悄往上走，这就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物价变化。相关部门也深知老百姓的这种感受，所以早就定下了一个规矩。当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新闻里常说的 CPI， 它的累计成长率超过 5% 这个门槛的时候，劳保年金的发放金额就必须依法跟着调高。这可以看作是依法在给我们这些依靠年金生活的老人家调整发放金额，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抵消掉一部分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让我们的购买力不要变化得太厉害。根据相关部门的预估计算，2026年预计会有一大批正在领取劳保年金的长辈，你们每个月打到账户里的钱就要变多了。那么具体能多多少呢？林月只给您举个更详尽的例子，您就好理解了。假设王伯伯原本每个月固定领取23000元的劳保老年年金，如果明年的调整幅度核定是 5.5%， 那么王伯伯每个月就能多拿到大约1265元。您可别小看这1000多块，一个月多1265元，一年下来就是多了15000多块钱啊。这笔钱足够支付好几个月的社区共餐费用，可以给孙子孙女包好几个大红包，或者给自己和老伴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生活质量确实能得到一个看得见的提升。而且这个好消息的覆盖范围非常广，它不仅仅局限于老年年金。如果您领取的是遗属年金，或者您是因为身体失能状况而领取失能年金的朋友，请您放心，这次的物价指数联动调整，您也同样有份，通通都能享受到。最方便的是，这个过程完全不需要您额外操心，也不需要您跑去任何部门申请，计算系统会自动抓取数据，帮您算好新的金额，然后直接汇入您指定的银行账户里。所以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辈，请在明年1月份和2月份去刷存折或者查看手机银行账户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入账金额，看看数字是不是比之前变大了。如果您心里不踏实，想提前确认自己到底在不在这次调升的名单里，也有办法。您可以亲自上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的全球资讯网，用您的自然人凭证登录进去，在查询系统中就能找到您个人完整的给付明细资料，每一笔每一项都会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可真是主动送来的调整礼包，我们一定要稳稳地接住，千万别因为没注意而忽略了自己的权益。详细的聊完了劳保和国保的年金变化，我们稍微喘口气，接着来看第二笔会发生变动的钱。这笔钱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保障息息相关，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全民健康保险的保费。很多退休长辈的健保投保状态是这样的，要么是依附在有正式工作的子女名下，由子女的单位一起投保，要么就是自己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以第6类被保险人的身份加保。同样的，由于2026年全台的基本工资再次调升，健保的最低投保金额这个基准线也会随之变化。
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呢？我来给您分情况说一说。如果您是属于在区公所加保的情况，那么您每个月自行缴纳的健保费大概会多出几十元新台币。如果您的健保是依附在子女名下，那么您的子女每个月从薪水单里被扣缴的健保费用总额也会相应的增加。因为他的依附眷属的保费计算基础提高了，钱数看起来可能不大，几十块、100块的样子。但俗话说小数怕长计，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这些看似微小的支出累积一整年，也是一笔值得关注的数目。在这里要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一个经过很多人验证的合法的家庭健保省费小方法。您回去真的可以算一算，如果您有多位子女，并且他们都有正式的工作和收入，那么请您务必记得，尽量将您的健保身份依附在投保薪资相对较低的那位子女名下。这是因为健保费的费率是采用集聚制的，薪水越高，所属的集聚就越高，需要负担的保费也就越多。我给您设一个更具体的情景算笔账，假设一个家庭有2个孩子，大儿子在公司当主管，月薪高达9万元，小女儿是小学老师，月薪4万5千元。如果老父亲的健保依附在大儿子名下，那么大儿子每月为父亲支付的健保费可能会接近上千元。但如果办理手续转到小女儿名下，同样为父亲支付健保，可能只需要500元左右。您看，仅仅是做一个简单的投保单位变更，每个月就可能为家庭省下400-500元，一年下来就是5-6千元，这足够支付全家一次不错的聚餐，或者给家里换台新的电风扇了。所以，趁着今年年底，家庭聚会比较多，赶紧和儿女们坐在一起，拿出计算器好好算一算这笔账。如果确认转换之后更划算，就尽快去办理相关手续。现在办理这种业务非常便民，您可以让子女在手机上下载健保快一通 APP， 动动手指在线申请，或者直接带着身份证件到附近的区公所健保服务柜台办理，整个过程快的话10分钟就能搞定。办好了，从2026年1月开始，就能立刻享受到省钱的实惠。另外，还必须特别补充一个非常重要，但极其容易被长辈们忽略的细节，那就是2代健保的补充保险费。这个费用和刚才说的每月固定健保费是两回事，它主要针对的是非薪资收入。如果您有投资股票，每年会领取股利收入；如果您有房子出租，会收到租金收入，或者您银行里有大额存款，会产生利息所得，那么就要特别注意了。当这些收入的单笔金额超过2万元新台币时，发放单位在给您汇钱的时候，就会预先扣下一笔 2.11% 的补充保费。随着基本工资的调整，这个2万元的扣费门槛在未来也很有可能会被上调。所以，如果您是一位有理财习惯，或者是一位有租金收入的长辈，平日里除了关心养老金，也一定要多留心这方面的信息动向。很多时候，通过一些合法的、简单的财务规划，就能巧妙地避开或减少这笔支出。比如说，把一笔大的银行定存拆单分成几笔2万元以下的定存，或者在参与股票除权息时，了解一下公司的股利政策，这些都能帮您合法地守住自己的辛苦钱。好了，讲完了前2笔相对常规的变动，接下来要进入今天最核心，也最需要您打起12万分精神的部分了。这就是标题里用错过就领不到来强调的，事关重大的第3点，每年年底固定进行的全国社福津贴领取资格总清查。请您无论如何要把这句话记在脑子里。不管您现在正在领取的是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
还是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或者是老年农民福利津贴，亦或是其他任何一项由当局提供的福利性补助，您都要牢牢记住一个重点，这些钱绝对不是申请一次就可以一直领下去的，每年都会在年底这个时候，通过财税资料中心的协助，重新检视、查核您以及您全家人口的总资产、总收入以及名下不动产的现值。为什么这次特别强调2026年这次清查需要格外警惕呢？因为过去这1-2年资产价格波动不小，无论是股市、房市，还是公告土地现值和公告地价，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而在计算您的财产时，范围定义得非常广，绝不仅仅是看您邮局或银行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它包括但不限于您名下的所有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的投资市值，这要算；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保单，这要算；甚至您名下拥有的汽车，以及最重要的，您和配偶拥有的土地、房屋的公告现值，这一切统统都会被列入计算清单，加总出一个家庭总资产净值。只要这个最终加总出来的数字超过了为各项补助所设定的财产限额标准，哪怕真的只超过了1块钱，那么从2026年1月开始，您的补助资格就会被系统自动标注为不符合，补助款会立刻停止拨付，或者您的补助等级会从中低收入被降为一般户领取的金额大幅减少。这里必须花更多时间为您详细剖析一下这个最关键的全家人口是怎么认定的。很多长辈有一个常见的误解，以为只看我自己这个老头老太太名下有多少钱，有多少房子。错了，完全不是这样。审查的逻辑是家庭平均，看的是您整个家户单位的平均所得和财产状况。这个全家人口的界定，在大多数社福规定里，通常强制性的包括：1. 您本人；2. 您的配偶；3. 您所有的一等直系血亲，也就是您的子女。有时候甚至会把同住的其他直系亲属也算进去，这就导出了一个极其普遍也让人非常无奈的现实问题，也是超过70%长辈补助资格被取消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子女成就影响父母资格。听起来很讽刺，对吧？您自己可能非常清贫，存款不多，也没有房子，但您的子女很争气，经过多年奋斗，工作越来越好，薪水节节高升，还在大城市买了房子，买了车子，或者投资理财颇有收获。然而，在官方的计算公式里，这些子女的资产和收入会被全部或部分的计入家庭总资产进行平均。一平均下来，您这个家户的人均所得或财产很可能就远远超过了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的标准线。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子女的钱财可能完全由他们自己支配，并没有实际拿来奉养您，但规定条文就是这样规定的，审查系统就是这样执行的。这种看似富有实乃清贫的困境，让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长辈感到无奈。为了让您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再讲一个身边发生的更细致的例子。我的老邻居李奶奶今年78岁，独自住在老旧公寓，靠每月8000元的老农津贴和3000元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过活，手头比较紧张。他有一个儿子，在科技公司上班，收入不错。前年为了结婚，在台北市贷款买了一套小房子。李奶奶的儿子很孝顺，每月会固定给妈妈5000元生活费。但在去年底的资格清查时，区公所将李奶奶儿子的房产公告现值的一半计入了李奶奶的家庭财产。这一计入，李奶奶家的每人平均不动产价值瞬间超过了规定标准。尽管李奶奶和儿子的财产完全分开管理，尽管那房子还有高额贷款，但审查标准只看现值。结果，李奶奶在年初收到通知，中低收入生活津贴被取消了。
他儿子急忙去公所说明情况，提供贷款合同，但承办人员也只能表示理解，因为规定就是如此。林奶奶因此损失了整整1年，每月3000元的补助，这对她是一笔不小的钱。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通知公文绝对不是可以随意搁置的广告传单。所以我在这里要发出最紧急、最恳切的呼吁。如果您最近收到了户籍地区公所、社会课或社福承办单位寄来的正式公文信函，信封上可能印着重要、限期补件或核对通知等字样，请您务必在今年12月底之前，按照公文上的要求，将需要补充的资料准备齐全，并寄回或亲自送回指定的办事单位。如果您对自己家的财务状况不太确定，有一种可能会超标的担心，其实根本不用被动的等待公文，您可以现在就主动联系，拿起电话，拨打您户籍地区公所社会课的号码，客气地询问：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明年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的财产和收入标准大概是多少？问清楚这个具体数字，然后召集家人一起把全家人的资产和收入粗略估算一下，自己先做到心中有数，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公文看起来复杂，或者误以为是诈骗的新手法，就把它丢在一边不管。一旦您错过了这个宝贵的生付期和补件期，那么明年一整年每个月几千块的补助款就真的会无法领取了。到时候再处理，四处沟通，不仅过程繁琐，而且成功的几率也很低，因为年度预算已经排定，系统资格已经锁定了。讲了这么多内容，最后我要送给大家一个能让人稍微放松、感到温暖的小提示，也算是个开心预告。2026年的农历春节落在1月底，按照过去多年的常见做法，体恤民情，为了让全体民众，特别是依靠固定津贴过日子的长辈们，能够有一个宽裕、安心、喜庆的农历新年，往往会启动年前提前发放机制，这意味着不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劳保老年年金、像国民年金、上国民年金、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老农津贴等等。几乎所有按月发放的现金给付都很可能会比正常的发放日提前很多，集中在1月20号左右，甚至更早，就一次性拨付到大家的账户里。所以大家在1月份的时候可以多留意一下手机短信通知，或者勤快一点去刷一下银行存折。当你看到好几笔钱提前入账了，心里一定会踏实很多，就可以从容地去置办年货，给孙辈们准备红包，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地过个好年了。政策的风向年年都在变，我们老百姓的荷包保卫战也得年年打起精神，自己为自己把关。特别是刚才反复强调的社福津贴资格清查，以及容易疏忽的健保补充保费，这些都是看似细节，实则影响重大的关键点。我还要再说一句安全提醒，现在的诈骗手段极其狡诈，他们无孔不入，特别会利用年底大家关心补助款发放、资格审核这类时机，精心设计骗局。他们可能会冒充区公所人员、健保署职员，甚至假借劳保局的名义打电话给您，语气急切地说：阿公阿嬷，您的补助资格有问题，账户被冻结了，需要马上操作 ATM 进行验证，或者您有一笔补贴可以领取，请提供银行账户密码。请您千万要记住一个重点，任何正式的机关都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要求您去操作 ATM 转账，也绝对不会要求您说出银行卡密码，或要求您将款项汇到所谓的安全账户、监管账户。
所有正式的通知、补件要求一定会通过书面公文寄到您家，或者请您亲自前往公所办事处的柜台办理。凡是接到可疑电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立刻挂断，然后亲自拨打机关官方网站上公布的电话去求证，这才是保护自己积蓄最有效的方法。关于2026年这些即将到来的新规定、新变化，您心里最关心的是哪一项呢？是每月保费那几十块、100块的调整，还是担心儿女的成就会在不经意间让自己失去宝贵的补助资格？又或者您对健保的依附省钱方法还有其他心得，都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觉得今天的详细解读真的对您和您的家人朋友有帮助，请您一定要帮我按一个赞，并且动动手指，把这条视频分享到您的家庭群组，提醒更多我们关心的长辈。您的一次分享可能就帮到一位老朋友，避免他蒙受一整年的损失。我是林月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